你怎么了？出轨了。怎么抽上烟了？我今天下班后去莲湖按摩了。你那2次开房根本没有叫人来按摩。这是1月份和2月份的服务记录。这里为什么是空白的？啊，没有服务就没有记录了。也就是说，1月20号、2月20号都没有及时去客房服务过。没有，空白就是没有。你开房干什么了？按摩。我连罪犯都不愿意冤枉，更何况我自己的丈夫。谢谢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你开房到底干什么？不是我干了什么，而是你认为我干了什么。从逻辑上讲，肯定比按摩后加项目严重，否则你不会背这个锅。你认为我干了什么，我就承认干了什么，行吗？约会？对。跟谁呢？你说谁就谁吧。我带来的高山红茶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挺香的。谢谢。我读过你的小说。是吗？那我可太荣幸了。你读的是哪一本啊？就是你们一群作家去海边采风，景色很美，人很陌生。在你们经历了半个多小时尴尬之后，你们就开始说段子了。你说请大家晚上留门，你会一一去推。别人留没留不知道，反正你留了。你之所以这么说，是想测试一下人群中有谁逆向思维。凌晨，你的门被推开了，闯入者说不许开灯，你本来也没想开灯。2个人缠绕摩擦，过了1个多小时没有语言的生活。第2天继续采风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你觉得既像甲也像乙。他唯一留下的证据就是最后的时候叫了一声美。一页，你读的一页。我写的时候是用我来描述的，但是你说的时候却改成了你。既然是你写的，那个我难道不就是你吗？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。我又没问你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就像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甚至不确定我写的到底有没有发生过。是不是贝珍？不是。在你的评论里，贝珍的文字诗意、灵性、妩媚。实事求是。贝珍的眉宇间确实有一股灵性，举手投足也算得上妩媚。至于诗意嘛，外行觉得缥缈，你们专家说有就有了。你这哪里是在评价小说，分明是赤裸裸的夸人。你过度阐释了。我这是还原型阐释，除了追寻文本原意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回避了阐释的主观性跟相对性。你为了调查我，都开始学习哲学了。你认为贝珍的叙述缠绕就像迷宫中探路，现实跟非现实纠缠，故事在螺旋上升中达到了缠绕的高潮。莫大夫，你这难道不是在描写贝珍那双白皙修长的手臂像枝杈一样越伸越长，最后缠绕到了你的身上？哎呀，照你这么解读的话，世界上很多作品都可以理解为黄色的。据我统计啊，你给他的评论里，平均每篇都会使用缠绕、饱满、妩媚、亢奋、勾引和高潮，
还有一次用了湿润跟挺拔。按理说，就你这想象力，大坑案不应该没破呀。你才是我最大的坑。我现在是你老婆，不是警察。段宇，到外公外婆家别总看电视啊！哎呀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桌子来，放在这儿，把他那椅子给我放那儿，警服换上。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，夏冰清曾经找过你，可你上次却说你不认识他。你很漂亮，为什么答非所问？你觉得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假话，因为我没你讲的那么漂亮。如果这是一句假话，你觉得它有害吗？就像医生跟重症患者说还有希望是一样的。我承认，我是在回避这件事情。我说我不认识夏冰清，是因为我不想谈论这个人，我也不想趟他们的浑水。可是你误导了我们。配合警察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不用上纲上线，我配合就是了。不要隐瞒。好，我可以喝点水吗？他说他上了沈小莹的车，沈小莹就说他不是第一个来找他的。夏冰清就问，那他是第几个？其他人都是些什么人？沈小莹说，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要管。我看看你，不像你这个岁数的人了。当初你要是这样，我老公肯定看不上你。谢谢。夏冰清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，一摔门就走了。这个傻丫头，竟然还录音，还放给别人听。她得多信任这个人啊！你觉得这位证人的讲述准确吗？漏了关键内容。夏冰清威胁我，他说如果得不到婚姻，他就去告许山川。告不倒，他就做掉他。我说你们隔三差五就滚床单，难道还没把怨恨滚掉吗？他说睡多少那只是个量，他要的是质变，也就是名分，哪怕结了婚马上离，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。他的威胁你告诉许山川了吗？没说，我始终坚持不过问他的私生活，这也是他爱我的原因之一。你不怕许山川有危险啊？他要是有做掉许山川的狠心，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显然他在撒谎，这么严重的威胁，他一定会告诉许山川，至少会提醒他注意防范，更何况还可以达到挑拨离间的效果。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一次性讲完，以免翻包闭嘴，知道吗？我只回答你们提的问题，其他的我没有义务向你们倾诉，对吗？你跟夏冰清说，她不是来找你的第一个女人，那其他的还有谁啊？我都是瞎编的。我故意说许山川在外面有许多情人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夏冰清抱有幻想。夏冰清跟你说，他有许山川强奸她的证据，他告诉你是什么了吗？他没具体说，我也没问。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证据。你跟夏冰清说，
徐山川对他实施强奸的时候，他或许可以逃脱，又或者是他自己送上门的。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虽然没有学过刑侦，但我也知道，非陌生人强奸哪是那么容易界定的？难道不是徐川川告诉你的？别说他强奸别人了，他在外面跟任何异性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告诉我的。我不问，这个家就是太平的。我要是去深入的了解他的私生活，就等于拿自己的头去撞马蜂窝。结婚之前你知道徐川川有这个爱好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会嫁给他吗？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？没看出来？结婚之前他对我是很专一的，从他对我的态度推测，他有出轨行为应该是我在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。贪财好色是他的本性，除非我执意要跟他离婚，否则我是不会去挑战的。你说贪财好色是徐山川的本性，这4个字说起来不好听，但细想一下，绝对不是脏话。在不犯法的前提下，贪财说明他有事业心，好色说明他审美正常。如果一个男人视金钱如粪土，见色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他就不属于这个尘世了，早就成仙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样啊？至少我认为。咱们是不是跑题了？坐我车吧，我送你。谢谢。你丈夫是不是出轨了？你被审出神经病了吧？我从你问我的问题里发现你丈夫出轨了。真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的是你。你不信任别人，敏感多疑，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，具有将周围和外界事物解释为阴谋等非现实性观念，因此你过分警惕和抱有敌意。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怀疑你患上了偏执型人格障碍。你今天的表现证实了我的判断。做女人别那么拼，再拼心里就要出问题了。你真的对徐山川的花心不计较？我早就云淡风轻了。哼哼，就像做跷跷板，你不可能任由它把你翘到天上去。你能把你这头压下来，保持跷跷板的平衡，心里一定有个巨大的秘密，只是我暂时还没发觉。那你就去发掘吧。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啊？不太明白。为什么被人的目光总是盯着你？
如果找不到共同话题，我们可以选择沉默。但你干这么无聊的事，只会让这个家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。你觉得无聊吗？非常无聊，非常无聊。你现在所有的反应都是在防御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我有什么防御的？我有什么鬼？你和贝珍，贝珍，你有神经病！你贝什么真的贝珍？你越生气越证明我猜中了。什么逻辑？你在逃避。我有什么逃避的？我为什么要逃避啊？我不想吵架，我也不想吵架。你开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说真话就终止不了矛盾。我承认安默之后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完全是为了迁就你。我以为把自己说的坏一点就顺了你的意，但我没想到你没完没了，你真的能把人折磨疯了，都懂。你开房那天，贝珍正好在本市，怎么那么巧？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主办方安排他住在济源宾馆，你还怎么了？安排可以不住啊，或者说安排是他的房子。好的。哎，你这样是默认了。我默认了，就是他，我承认了，就是贝珍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们开房干什么？开房能干什么呀？美。我要你说。我不说过了，美啊！你能想到的事我们都干了，满意吗？我不要你这种怄气式的招供。我告诉你，莫大福，你的开房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我办案，甚至影响我对嫌疑人。怎么能不影响你？我消失行吗？我现在消失。要么说真话，要么你我没关系。你我没关系，我不太懂。你懂，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写作业吗？马上开饭啊！焕宇，妈妈有任务要马上出去一下啊！这都做好吃一口再去。你们先吃吧。那你要注意安全啊！咱俩吃会儿。你好，您是？冉东东。
啊，久仰久仰。你怎么知道是我找你呢？因为你刚才看了一眼手表。我叫洪安德，是贝珍的丈夫。我就说看你面熟，我在杂志上看过你的照片。穆达夫说你是通讯方面的专家，因爱文学而娶了一个女作家。就像喜欢喝牛奶就养一头奶牛那么豪横。真犀利。对不起啊，习惯了。你是专门飞过来的？贝珍爱茶如命，我们在家乡茶园镇领的继母。那个茶园在高山上，周边没有工业，周年云雾缭绕，空气质量一流。你能不能别学你夫人缠绕叙事，直奔主题吧？你来是不是想告诉我你的家庭特别幸福？啊，对的对的。你还想说你跟贝珍很恩爱？对，对。穆达夫让你来的？没有没有。我看到穆老师给贝珍发的信息，说你怀疑他们，我就赶过来了。你怀疑他们吗？贝珍很爱我，他不可能出轨。你看过他写的小说《一夜》吗？当然看过，那是根据我们的故事写的。你在亲热的时候不喜欢开灯，还喜欢叫美。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最好不要写我们的生活细节。可他总是不听，好尴尬啊。他像一个犯错的孩子，仿佛错的不是贝珍用他的生活细节来写作，而是他的生活细节本来就错了。喝茶。对不起啊，我错怪贝珍了，有机会我亲自跟他道歉。没关系的，我和贝珍不会生气的。穆老师是个好人，在学界他很受尊重，没什么绯闻，也没什么业余爱好。女士们都说他油盐不进，他非常爱你。虽然我错怪了贝珍，但不代表穆达夫就没有出轨。但肯定不会是贝珍，因为在推介会那一天，我晚上一直在跟贝珍视频聊天，到凌晨2点钟。2点之后呢？我跟穆达夫谈恋爱的时候，可以整宿不睡觉的聊天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很美的？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开始的，一直到现在。穆达夫是从3年前开始喊的，有没有可能是别人需要他这么喊？有可能，我也曾怀疑过。虽然这次来是想证明他们是清白的，可我内心很矛盾。我给你带了2斤茶叶，你方便去我房间拿吗？你太客气了。
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们吗？我们可以吗？请你冷静。你相信他们出轨了吗？相信。你说过爱他一辈子，是他先背叛了诺言。从此以后你能自己骗自己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骗局。你想和他们一样，彼此彼此。你怎么面对孩子？幸好你没有解开我所有的扣子，否则我对人性会很失望。我在试你，你没有关灯，但你说你喜欢关灯。你在帮他们背书。对不起。你去见侯安阁了？是你叫他来的吧？不是，但他刚刚给我发信息了，说你是一位绝对值得尊重和值得用一生去爱的人，要我好好珍惜你。你认同他的观点吗？当然了。侯安阁这么劝你，是怕你去招惹他老婆吧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过分了吗？如果不是你过分，我今晚怎么会被别人拥抱，被别人摔倒在床上，还差一点让他得逞？来，你吃的？压力太大，偶尔吃几粒缓解焦虑。药不能乱吃，你应该去医院。不至于。按到这节骨眼上，我要是住院，搞不好嫌疑人就逃脱了。办案重要，身体重要。
我吃这个药只是预防，心理安慰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如果你不去看病，我就把你吃药这事儿跟你的领导说。你要是干扰我破案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看看你自己的心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了？就是拿自己的婚姻和你办案捆绑啊！你要是保守这个秘密的话，我或许可以可以什么？原谅我不需要。原谅你出轨。不需要。我只要你身体健康，因为只有你健康了，我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出轨。我自己清楚我自己的身体。你说了不算，医生说了算。不可能，你又骗我，骗你孙子啊！冉家这么早啊？我又听了一遍温超的录音，有点不大对劲。哪儿不对劲啊？你记不记得温超的讲述中，夏冰清说，那个人在那天放着某首歌的时候把他强奸了。温超当时问了几个问题。哪天啊？谁把你怎么了？哪天？谁把你怎么了？3个。夏冰清回答了几个。面试那天把他给强奸了2个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夏冰清没回答，还是温超故意不提？传唤温超。漂亮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调到这儿来吗？不知道，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可你骗了我们。没有啊。我们去你那儿找你，和把你叫到这儿来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你坐在这儿撒谎的后果吗？我没撒谎啊。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想清楚再回答我。许山川到底有没有找过你啊？想清楚回答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事儿真的没有。哼哼。你是不是应该先问许山川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跟夏冰清在一块儿的人是谁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什么撒谎？害怕，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。你怕徐山川知道他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很危险啊？那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是徐山川杀的夏冰清吗？我没这么觉得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我呢，只是知道这个徐山川这个名字，我跟他就到现在为止，就是只见过1次。我发誓。好，我选择再相信你1次，你别让我失望。夏冰清的录音里，你听到了夏冰清对沈小莹的威胁吗？我听到了。夏冰清说，如果告不倒徐山川，就除掉徐山川。之前为什么隐瞒这句啊？害怕牵连吧。另外就是我确实接了他这个项目。上次不是说没接吗？他说要么我策划一个让他跟徐山川结婚的方案，要么策划一个
除掉徐山川的方案。丁正浩当时差点就吓尿了，他还在那儿悠哉地喝着咖啡，就好像是叫我去削一个苹果那么淡定。这样的项目你也敢接呀？我不敢接，我也不想接，但我内心就有点想接这个项目，是因为我公司的效益不好，太缺钱了。你收了夏文静多少钱啊？他那个银行卡我是实在退不掉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说那我不要卡，我要现金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给双方都留点思考的余地。公司只能做好事，不能做坏事。那就做件好事，让他娶我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那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说实话，在我看来，让他娶你比除掉他更困难。那就除掉他。非得走这一步吗？为民除害也算做好事儿。那天在车里，沈小英跟我说我不是徐山川的唯一，当时我不信，我觉得他是在故意灌水，挑拨我跟徐山川的感情。事后我调查，徐山川不仅跟小刘和小颖约会，还会约别的女孩。有的时候小刘和小颖刚走，别的女孩就来了。这是种病吧，叫性瘾症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徐山川那儿离开之后，他也一定交过别的女孩。他约女孩就像点菜一样，想来一道来一道，都不知道哪一道才是他的正餐。他跟他们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动作，送同样的礼物，就像一个批发商一样。既然他那么渣，放弃算了。他把我毁了，我也得毁了他。只有这样，我才相信这世上还有天理。